嘿，Hello，大家好！看到我不要觉得很奇怪，然后我是电脑娃娃达的编辑 Ross。因为我使用 M1 MacBook Air 使用了大概1年的时间啊，算长时间的使用者，所以呢，这一次 M2 MacBook Air 的评测呢，就会交给我来负责。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M2 MacBook Air 用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啊？就我们这一次开箱的标题来讲，就是 M2 MacBook Air 值得升级吗？我可以直接破题讲说，我觉得还蛮值得的哦。虽然直接这样讲好像有一点太过简单暴力哦，不过必须说，如果你真的有预算考量的话，那么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不用看这个影片，或者是看我们的介绍那也尽量不要去店面去试用啊，因为就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呢，自从试用过了 M2 的 MacBook Air 之后呢，就会很心心念念想要升级哦，或者是购买这一台 MacBook Air 了。所以呢，真的是小心，就是会有一点劝败的意味存在啊。那自从测试过 M1 的 MacBook Air 之后呢，身为出门在外都非常需要笔电续航的文字编辑哦。那近期我也开始来拍摄很多影片啊，然后会需要剪辑啊，自然也很难不入手这一种蛮适合自己工作环境的产品哦。后续虽然我有测试过 M1 Max 16寸的 MacBook Pro， 即使是对于就是 XDR 的萤幕啊，还有它怪兽一般的效能感到非常喜欢哦。但是呢 ，M1 MacBook Air 呢，依然是我心目中就是最高 CP 值的 MacBook 笔电的存在，因为它用起来很像 iPad， 我觉得这个感觉要有用过人才会感受得到啊，因为它毕竟它里面的核心就是 Apple 的晶片嘛，所以它续航那些我觉得很好用啊。至少呢，在我手上这一台呢，就是最低配的版本呢，我一路用到现在，我都还是很满意啊，甚至会觉得说，看到 M2 MacBook Air 出现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虽然说它外在变得很漂亮啊，有很特别的新色，但是呢，它的价格没办法像 M1 的版本这么样的亲民哦，我觉得会心里第一直觉会觉得，那我还是蛮推荐我这个 M1 的 MacBook Air， 直到MacBook Air M2 版本的在台湾正式上市之后呢，我自己在 Apple Store 摸到实际的那一刻我就动摇了。那先不论这一次 M2 的颜色真的是蛮美的我必须要说，就机身设计上，然后还有手感上，我觉得它进化了不止一个世代啊。因此我在实际摸到的时候，会特别感觉说，这个是一台比我想象要有价值的一台机器哦。它有着没有风扇开孔的柔顺手感哦。它相较于新款的 MacBook Pro 呢，它的重量更为轻巧，而且带来的使用体验呢，我就已经觉得相当值得目前的价差。那我认为呢，只要预算有到的话，真的可以把 M2 MacBook Air 列入优先的选项啊。在谈到更深入的体验心得之前呢，不免俗的我们还是要先进入简单的开箱啊，直接来开箱一下，来咯。胶膜应该是这样子。包装上啊 ，M2 版的 MacBook Air 相对于 M1 的版本，由于不再强调前端极为薄型的那个楔形设计改成直接将笔电展开秀出侧面的部位，这也让原本就是已经是超薄的机身在包装上面的存在感更低，会有一点不确定你买到什么东西的感觉。毕竟呢，它的机身厚度现在来到了 1.13 公分的厚度已经够薄了。展开来之后呢，它的侧面更是没有存在感。我觉得这也算是凸显了 MacBook Air 的概念是很薄、轻薄的感觉更因为如此呢，如果你不是透过侧面的苹果 logo 的颜色你其实很难发现说，就是它的亮色系跟暗色系分别是什么颜色尽管前代 Air 的前缘呢，就是前面的这一块，就是最薄的地方非常的薄但是与这次全面都是 1.13 M2 版本相比呢，实际上你会觉得再加上笔电脚垫的厚度，其实在最薄处也并不算大M1 MacBook Air 最厚的地方，自然就会比 M2 的版本还要更厚。其实两台都还算蛮薄的啦。讲起来呢，这一次4种颜色的新世代 MacBook Air 呢，浅色系跟深色系呢，分别代表的是日与夜的感觉像是这一次的新色，星光色就是比较亮的颜色接近黑色，但是带一点深蓝色的午夜色呢，其实都只有带一点浅浅的颜色在里面所以呢，在不同明暗度的光线之下呢，如果不把另外2台来做比较的话呢，其实很难分辨出它们的颜色。你可能会觉得，黑色的看起来就像是黑灰色就
在一个光线之下，你会觉得，原来它有一点蓝色啊。那星光色也是这样，因为如此会觉得，即使你这一次买的是新的颜色，你还是会觉得说，还蛮低调了，不至于别人一看就说，你买新笔电哦。虽然设计是完全可以看得出来是新的啦。但是呢，只要光线一对呢，其实无论是星光色或者是午夜色，都会散发出以往 MacBook 上很少看到的低调颜色的呈现哦。以我们这次实测的星光色为例呢，打开盒装在明亮的环境下看这个机身呢，其实第一时间你会有点怀疑说，苹果是不是把银色放在这里面啊？它看起来不太像以前的金色啊。那我只要稍微带一点暖色呢，星光色的 MacBook Air 就会呈现出很低调的金色色泽。那这个金色色泽跟目前 iPhone 的金色贝壳的感觉是非常相近的，就是有一点宝宝色那种淡淡的金色的感觉。前代的 MacBook Air 的金色其实就有点像是中框的金色，就是比较奢华一点了。M2 版本呢，它其实就是需要光线照射，你才会觉得说，它好像有不一样的颜色，更低调，但是不会失去奢华感的一种金色。这一次苹果玩色的手法其实算是相当的巧妙。更赞的是呢，从盒装之后你可以看到这次回归的 MagSafe 的快充线，它不仅是有着质感不错的编织质感整条线呢跟 MagSafe 的头呢，它其实都有跟机身的颜色搭配真的会让人感受到苹果对颜色方面的讲究盒装里面呢，除了笔电的本体还有说明文件之外，也同样有对应机身颜色的信仰贴纸在里面。我们这次实测的是高阶的版本苹果这次针对8核心 CPU 跟10核心 GPU 的版本，标配的是双 USB Type-C 的原厂充电器它是横式的，就是不像以前是直式的。它除了插头有可以收折的设计之外，充电副呢，因为改了方向之后呢，你就其实是就变成横向排列了2颗，然后还在载边呢放入了小小的凹槽，拔插头的时候你可以比较就手。那充电方面呢，原厂可以加购到67瓦的 USB Type-C 的充电器你会觉得说，那可能就是67瓦是这一次 M2 的快充极限不过我们这次有透过更高瓦数的充电器来进行实测，是有看到69瓦的数字据其他的测试是说，它的最高充电可以支援到72瓦。那官方宣称半个小时呢可以充到50%。这一次是从大概低电量用100瓦充电器，然后从大概10%的低电量，它显示低电量之后开始充，大概呢也是半个小时的时间呢就会充到60%，就是充进了50%的电。其实这个充电效率呢，对于 Apple Silicon 的笔电来讲，应该算是相当够用，应该可以应付大部分人的工作时间了。至少就我的使用情境来看，补电到了50%左右，一路用到接近10%的低电量，其实已经工作了半天以上了。其实自己身体就已经会先受不了，想要休息相信大家应该比较有机会使用到 iPad 这样就它大概就是这种续航的感觉。正常的使用看看影片上网其实它的电量是掉得非常的慢的。出门在外其实只看到30%、40%的电我使用 Apple 晶片版本的 MacBook 都不会太担心说工作时间会有问题我觉得很适合需要长时间行动工作的人。那不仅仅是 MagSafe 这组双 USB Type-C 充电头，它也展现出了苹果想要试图帮 MacBook Air 解决连接副相对比较少的问题新增了一个 MagSafe 所以空出来了一个充电副，你可以拿来挪作其他用途你再加上这一组双 USB Type-C 的充电器的话呢，有充电需求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空出来，就不用插在笔电上面，你可以插在充电器上面，不会去占用你 MacBook Air 的空间避免就是面临说你要插记忆卡呢，还是要充电的抉择吧。当然，苹果是可以考虑直接加回 SD 记忆卡槽，让生产力再更上一阶但是从这次 M2 MacBook Air 呢，我自己是可以看到它相当认真的想要让 Pro 版本跟 Air 版本呢能够各司其职，也让消费者更好理解产品线之间的差异。它等于是直接帮你选择了，就是说Air 的话还是以轻薄为主，就是所以生产力方面它可能就是舍弃掉了 SD 记忆卡这是我的想法。如果要说呢 Apple 晶片版本大改款的 MacBook Pro 14跟16寸的版本，算是苹果聆听了专业使用者心声的产品这次的 MacBook Air 呢，我觉得是他们贯彻轻薄笔电设计精神的一款产品尽管呢这一次的改款也有很多加大的重点像是它的键盘上缘就是整排的功能键都跟着 Touch ID 按钮一起变大了，就变成正常的键盘尺寸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是 F 跟 J 就是定位钮呢，它改成了从底下的横杠呢改成跟 MacBook Pro 一样的设计，萤幕的上缘呢也改成了圆角的切割，也是跟 MacBook Pro 一样的设计。因为更窄的边框呢，还有刘海的设计，整个萤幕升级到了13.6寸虽然说仅仅差了0.3寸，跟前代比直觉的看呢，你会觉得好像只是赚到了一条就是刘海，而且 macOS 还不太会把它拿来利用，它顶多就是拿来当状态列。不过呢，前我是直接把系统直接转移到 M2 MacBook Air 上，所以我有感觉到那个视窗它其实一开始出现了前代的萤幕，其
其实是比较小的，它的其他3边呢其实也有一点点加大啦，但是就真的要仔细去看才会发现，各种加大呢，加上效能更快，到甚至单核心接近 M1 Pro 的效能，那加上机身的设计呢偏向 MacBook Pro 的感觉呢，那的确会让人家有点期待说是不是能够兼具 Pro 的生产力啊。不过我自己觉得 M2 的晶片啊虽然并不弱，甚至有一点上泛 M1 Pro， 不过我觉得苹果对于这个产品的定位算是相当明确哦。那你从价位也可以看得到，它就是快要跌到14寸的 MacBook Pro 的概念啊。我觉得它定位就是专注于刚刚讲的轻薄啊，还有无后缀版本的 M2 无印的设计啊。你可以发现呢，其实在萤幕的边缘，苹果已经消除了 MacBook Air 的 logo， 底部呢它没有 MacBook Pro 那样就是有一个凹痕的图示了，你在机身其实看不太到标示哦。颜色，然后无印，没有什么商标的，其实就是可以感觉到它的设计是另外一个取向的。作为前代的使用者呢，其实我会很在意尺寸上面的差异啊。那从规格数字呢 ，N2 的版本其实稍微宽了一点点，用手上的平常使用的，同时支援 MacBook Pro 13寸呢，跟 M1 MacBook Air 的保护套用看看啊，是可以正常使用没问题啊。这可能就暗示你要不要升级了。从重量的差异来看呢 ，M1 与 N2 的 MacBook Air 呢，其实相差只有仅50克，但是呢，相对于之前的阶型设计，会让重心集中于笔电的转轴处哦，就是你拿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重心好像很靠近萤幕。M2 MacBook Air 的手感呢，如果是从触控板的这个前面的位置拿起笔电，瞬间其实会觉得说重量好像没有那么重，因为它的配重非常的平均哦。你如果从底部捧起来，你会觉得这台笔电的机身重心呢非常的均衡哦，甚至会觉得重量轻的程度呢会很意外，说真的只有50克的差距而已吗？此外，这种像 iPad 一样就是没有风扇设计的 MacBook Air 的产品，在接纳了前世代 iPad 的圆润的边角设计之后，会让人觉得除了没有锐利的前缘，这张侧面也不用挖出可能会有割手感的散热孔，让 MacBook Air 的造型呢，我觉得更加的洗练哦。你翻遍这一台笔电呢，其实你几乎是看不到很大的接缝或者是开孔。Apple 呢更是带回了前代 MacBook Air 没有明显扬声器开孔的设计哦。以前在用的 MacBook Air 呢，它其实是把扬声器藏在了键盘的里面。那这一次呢，他们很巧妙的将4个扬声器藏在了转轴的部分，它巧妙的提供了更宽广的立体声的效果，但是不会有开孔哦。这样的设计呢，也让 M2 MacBook Air 呢在提供包括空间音讯啊，还有其他音讯资源的前提下，让笔电的外在尽可能保持无缝无瑕，其实就是好看。同样，我也在这个转轴处发现了小细节呢，细小到连苹果都没有特别提到，但是呢，也让我对于这一台笔电爱不释手。作为所谓的 laptop， 就是笔电产品呢，出门在外，你如果真的会放在腿上来使用笔电的话呢，应该会觉得非常有感。那笔电的转轴的缝隙呢，平常放在全平面的桌上的时候，其实你不会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哦，因为底下这个垫子几乎都会把它垫起来，让你在转轴打开的时候，不会让你觉得笔电会有顶起来的问题啊。放在腿上或者是用手这样拿着笔电的时候呢，其实你多多少少在转轴这边会接触到身体，甚至偶尔会有一点手指有可能会被夹到的感觉。M2 的 MacBook Air 的转轴处呢，它在底部边缘处圆弧角做了一个开孔啊。那虽然说这算是延续 MacBook Pro 14寸、16寸的设计，但是因为 MacBook Air 它更薄，所以它倒角呢其实是更细，而且它又不需要去考量到风扇的开孔啊，所以呢自己观察是这个细缝呢，从正下方呢或者是正后方观察，它都是蛮细的哦，直接摸的时候你很难感觉到割手的手感。也因为这样呢，我放在大腿上的时候呢，其实展开萤幕的时候，即使是腿会不小心接触到转轴处，也都还是可以提供相对不错的算腿感吗？那关于这一点呢，我觉得只要长时间使用过笔电的人，应该都会察觉到这些新版 MacBook Air 的细节的改进哦。对于 MacBook 的产品呢，其实我发现它蛮在意就是转轴处的设计哦，像是2013年款的，它转轴处它就是做了塑胶的外壳，我自己觉得说这可能是有一点点使用手感的意涵在里面吧，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啦，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蛮在意这种转轴的设计的，才会每一个世代渐渐的改进这一块的设计啊。我不确定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这么赞赏但是我自己是真的非常喜欢这样的处理啊。还有它的整个造型设计，那的确呢，前面已经不是最薄的设计的话，手腕靠着笔电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说，稍微有一点点切手的感觉哦。但是一方面是它够薄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它的金属质感其实都还处理得不错，所以
觉得 M2 MacBook Air 呢，应该是我心目中目前来讲，我觉得设计的最好的 MacBook 产品哦。1年多前呢，评测 M1 MacBook Air 的时候的心得之一啊，就是这种无风扇设计啊，还有支援 iOS App， 让我觉得它内在给我一种很 iPad 的感觉。想不到没有过多久 ，M1 晶片呢也登上了 iPad Pro 啊，甚至是 iPad Air。当再度轮到了 MacBook Air 更新的时候，我觉得很妙，就是苹果也把这样经典的平板手感呢，也融入了这一台笔电之中哦。仿佛看到这两个团队有很 fusion 混合的设计在里面的感觉，我觉得很妙啊。接下来我来再讲一下啊，这次 M2 MacBook Air 的续航啊，还有效能的表现。我们这次入手呢，算是 M2 晶片还有 SSD 效能呢都没有折中的满血版本啊，就是 16GB 甚至是升级到 1TB SSD 的版本。其实网络上面的跑分效能分析已经非常的多了，那我有简单的跑分，基本上都符合目前官方宣称的效能提升了30%啊， 1.4倍于 M1 晶片的效能增进哦。续航的部分呢，我觉得依然是非常 Apple 晶片的感觉，普通工作看网页啊、修图啊，甚至是偷懒看看影片，基本上呢充饱电出去外面应付一天的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一点呢跟 N1 的体验相当啊，甚至我觉得好像还更省电一点，但是我不确定是不是 N1 电池可能会有点衰退之类的。必须要提的是呢，我 N1 MacBook Air 使用的是 8GB RAM 的版本那我长期使用之下呢，在切换使用到这次 16GB RAM 的 M2， 我会突然觉得 M2 的系统反应真的更好甚至我会觉得有一点接近之前测试过的16寸的 MacBook Pro 的感觉，也可能是我使用了一段时间啊，可能硬碟容量稍微吃紧一点，导致虚拟机体效能比较欠佳的关系但是我看到 M2 的单核的效能呢，竟然可以直逼 M1 Pro， 又会觉得说，这也许不是我的错觉，快到甚至反应有点接近 Pro 的等级但是我必须要讲的是，这里指的反应速度的差距呢，其实比较偏向于就是开启关闭 App 的时间差距我觉得呢 M1 依然是还是用起来不错的。这说起来，即使是 M1 搭配 8G 的 RAM 呢，我现在还是觉得蛮够用的，目前来讲。但是我也没办法不去承认，加上 16G 还有 M2 晶片的 MacBook Air 呢，用起来的爽度，即使是前一代的 M1 MacBook Air 的使用者都会觉得蛮有感的虽然我前面讲定位还蛮明确的但是如果真的有14寸的 MacBook Pro 的使用者呢，觉得机器还是太大了、太重，考虑要降级到 M2 MacBook Air 的话，我自己觉得如果不会觉得外接连接副太少，然后萤幕实际看一下觉得也还可以接受的话，是可以趁 M1 MacBook Pro 价格还不错的时候，可以考虑转战这一台 MacBook Air。尽管从前面看起来我好像对于这台 M2 MacBook Air 的好感超高但是缺点呢，其实它也不是没有。虽然说我可以理解苹果应该是为了更轻薄还有达到更好的手感等考量减少连接副达到目前 MacBook Air 的算是浓鲜合度的设计但是我觉得苹果应该至少可以让 Thunderbolt 就是 USB Type-C 的连接副至少不要集中在同一边，可以分成两边应该会让这一台笔电的实用度更好，会更顺手一点。就算没有 SD 卡槽，我觉得至少会希望这一次的设计可以改成这样子。这一次 M2 MacBook Air 转轴处的扬声器虽然设计的很神奇，但是我觉得音效方面还是很难与就是6扬声器的 MacBook Pro 相提并论。音质方面我觉得是不差，但是低音的部分稍微薄弱了一点点。影音方面的体验的部分从400尼特提升到了500尼特是有提升亮度的，但是呢，你如果想要享受到最好的观看体验的话呢，在 MacBook 的系列里面呢，其实你还是只能考虑高阶的 Pro， 更好的细节呢，真的还是 Pro 的 XDR 萤幕会比较好。另外一方面，要外接1个以上的萤幕的话，如果不去看桌机Mac Mini 它可以连接2台，只要是没有后缀版本的 M 系列的笔电甚至 iPad 它其实就是只能外接1颗萤幕。相较于 Pro 系列呢 ，Air 系列很大的一个限制点是在于，因为它没有主动散热，就是没有风扇的设计所以它的效能呢，在连续高强度的使用之下呢，它其实是会降低的。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在连续跑分遇到了因为热度而些微降速了。虽然说它的效能看起来分数还是接近于 M1 但是呢，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换到 M2， 对不对？可能会有人会觉得稍微用力一点去 push 它的时候，它可能就是看得到吃不到的感觉。这就是这种没有主动散热的劣势，会是在这个地方你换到了轻薄还有犹如 iPad 一般的使用体验的感觉，不会有风扇的声音看到效能然后它的画面这些东西，觉得说接下来的 M1 Pro 就是可能会升级到 M2 Pro， 时间点有点尴尬的话，那我觉得可以稍微等待一下，就是善用这一次5奈米架构 push 到最极限的 M2 晶片，在堆叠之后到有 Pro Max 甚至 Ultra 之后的后续型号的产品
我是蛮期待的。你看，光是 M2 这一次，它可以最大扩充到24GB 的 RAM，堆叠到2倍啊，甚至以上的 M2 新的晶片的话呢，那其实是可以堆叠出更强的，不论是统一记忆体啊，或者是它效能的堆叠呢，其实是都很值得期待的。下一台应该就是 Mac Pro 了吧，就是桌机版本吧。MacBook Pro 呢，可能也会有更新 M2 的版本，我觉得是可见的未来啊，所以你如果想要比较好的效能，然后又不想要买目前已知的产品呢，那就可以等待一下。那其余关于这一次 M2 MacBook Air 比较小的问题啊，大概就是只有午夜色的 MacBook Air 呢会需要面对外壳上面比较容易有指纹粘连的问题啊。另外一点就是要注意，就是 256GB 的 SSD 啊，它因为是单条，所以相对读写的性能会稍微差了一点的特性啊。那我相信只要有关注电脑瓦达报道的朋友，应该都不会对于这些细节不会太过陌生了。那大家可以锁定我们的报道。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 M2 MacBook Air 的简单体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可以帮忙的按赞、订阅、加分享。下一次影片再见喽，拜拜。